我们会讲到美甲水彩12技法当中的洗色技法。那洗色技法的话，在我们的12大技法当中，它属于是一种辅助技法，很少它会就是单独去使用，基本上都是在款式当中或者是其他的技法手法当中去进行辅助。那什么叫洗色呢？首先结合文字，我们来看一下，先平涂一个颜色然后在它未完全干透的情况下，那一定是未完全干透的情况下，用我们湿润的笔尖，那这两个湿润这两个字的话，去看一下我们前面基础课程当中关于我们的色彩的控水饱和度那一节课，笔上控水什么叫湿润？湿润就等于适中这个手法去看一下。好，用湿润的笔尖将中间的颜色揉搓稀释推开，揉搓稀释推开，或者是用笔尖吸掉稀释之后的颜色擦到我们的指尖上。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两种，它可以就是打圈揉搓，将中间的颜色给它稀释掉之后往周围去推开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是你把中间的颜色稀释揉搓开了之后，不往周围去推开，而是用我们的笔吸掉中间稀释掉的颜色擦到纸巾上去两种方法。那洗色的话，一般在我们的款式当中去运用的时候，它都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哪个地方颜色用重了，你可以去给它进行稀释取一些下来，或者是哪个地方稍微画的多了一点点，那你可以给它用洗色的方法给它擦掉。那洗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拿来做款式，那也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改正修正的一个技法。好，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先开始调色，取一个正红色放到我们的调色盘上面，就是你的大红色、正红色、橘红色都 OK 放到调色盘上面，然后给它加一点点黑色，黑色在旁边加一点进去，调一个暗红色出来。如果黑色，因为黑色的覆盖力比较强，如果黑色不小心加多了的情况下，我们再加一点红色进去，给它回正。好，这就是一个暗红色。如果你的暗红色它有一点点偏紫或者是偏玫红的，你不想让它有一点偏紫或偏玫红，那么你可以加一点点橘色橘色给它加进去，综合对冲一下紫色，它就不会底色就不会那么泛紫了。好了，这个颜色我们已经调好了。接下来我们将笔清洗干净，调完色之后将笔清洗干净。将笔清洗干净之后，拿出一张纸巾将多余的水清洗一下，打湿。好，然后控一下水，点2下，控一下水。笔上面取上我们的色彩，好，将它画在我们的纸上。画一个花瓣形态，用平涂的技法先去画出图形。然后画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如果你觉得颜色有一点点深颜色有一点点深的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擦一下笔，将笔上的颜色擦掉，控一下水，然后用湿润的笔将中间的颜色进行一个稀释用湿润的笔将中间颜色，你看这样子去拍、拉、搓，给它稀释掉之后，用笔吸上来，擦到纸巾上。好，吸上来，擦到纸巾上。这个就是我们的洗色技法。那除了去修改我们的颜色，修改我们的图形，有时候呢，它也是为我们的一个彩绘物体去做一个高光效果。好，你看中间的颜色就被我们洗掉了，就感觉它是打了一种高光一样，好像，对不对？好，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洗色演示。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如果说你要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往四周去推，洗色当中还有一种是往四周去推，对不对？我这里呢用一个绿色加一点点黑色，调成一个墨绿、深绿。好，画一个叶子。好，画一个叶子。好，画上了之后，将笔上的颜色清洗一下，
控一下水纸巾上，然后接着我们将这个叶子怎么样呢？在它半湿润的状态下啊，将它稀释掉。稀释掉了之后，我不会吸走擦到纸巾上，我给它往周围去推。你想要让哪个颜色明亮一些？好，往周围去推。将这个地方这样搓揉开，搓揉开之后推到尖尖，或者是推到下半部分，或者是推到它的周围。好，打圈揉搓，往周围去推。那打圈揉搓，颜色稀释开。那这个叶子是不是感觉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个高光部分？那这个地方就是个高光部分，看起来的话，这个叶子不像刚刚我们平涂出来之后显得那么的死板僵硬，是不是？来看一下。好，正常的话，我们去涂完一个叶子，平涂完之后是这样一种效果。那你看吸完色之后，是不是这个颜色就被我们改变了？有亮面和暗面，就会呈现一种高光效果、立体感效果。这个呢就叫做洗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技法在我们甲片上款式当中去怎么应用它。甲片还是用的一样的啊。开始款式操作之前，先来给大家看一下颜色是怎么调的，我们会用到哪些颜色啊？首先呢，有蓝色的，咱们把蓝色取到调色盘上啊。什么蓝都可以啊，不管是这种亮一点的蓝，还是暗一点的蓝，或者是偏紫一点的蓝都 OK。重点是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点黑色进去。好，将黑色和蓝颜色去进行混合，调一个这种墨蓝色出来。好，墨蓝色调出来，可以再加一点点蓝色进去，再加一点点蓝色进去，让这个墨蓝色呢颜色再宣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次取黑色放到边边上，洗笔之后再取一个棕色、褐色，一个棕褐色放到旁边。OK，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用到的3个颜色。这个款式的话，我会去画一个荷花。不一样的国风荷花款，然后我们将这些已经选好的颜色放到甲片上，以色块的形式啊，取色，直接堆放到我们的甲片上。色块可大可小，那形态不一，基本上都是在靠近指尖的位置。好，黑色。色块拼接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近一些，对，靠近一些。好，黑色放上去之后，棕色，就这些缝隙里面把色块拼接进去。好，拼接进去了之后，现在呢颜色都是比较深，而且它只是单纯的一种颜色色块，用平涂的方法。接下来的话，我们要用到洗色技法。我们洗色技法除了再去改色或者是找亮高光的、找阴影面、亮光亮面的这种效果之外，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到款式当中。那我们找一个颜色啊，找一个色块颜色，可以是交界线，也可以直接是色块中间啊，去打圈揉搓啊，将这个地方的颜色色块化开，化开之后干嘛呢？我们往周围推过去，推完了之后，慢慢的压笔、提笔、收。好，这里呢就会形成一个水圈啊，一个水圈的效果。好，换一个地方，我们再接着来。对，你就在这种色块密集的地方，我们就去推，甚至这个推出来的弧形啊，我们可以自己去走，自己去找，推一个不规则的啊。不规则的图形，推完之后慢慢的提笔去收。好，这里又多出来一个色块，在这个色块的中间我们还可以再去推一遍。
好，打圈圈，揉搓搓。揉搓的时候，我们是把中间的颜色稀释开；打圈的时候，是把稀释掉的颜色往周围推啊。这是我们洗色的第2个点，往周围去推。好，就不是用笔吸走啊，往周围去推，中间的颜色稀释掉，用笔尖打圈。那笔尖所划过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种水圈。那这种水圈我们就可以达到那种特殊的独属于水彩的一种特殊的肌理纹路，这个可比我们用手去勾出来的边缘轮廓要更加的轻薄透，更加的自然啊。大水圈小水圈这样结合着给它打出来。把这里棕色这个色块揉一揉。好，这里打圈圈，揉搓搓，这个不叫揉边啊，不叫揉边。揉边的话，我们是去揉物体的边缘，它的内侧以及它的外侧。这里呢，我们是在颜色中间去打圈圈揉搓，就会形成一种水圈。对，好。然后这里颜色色块还可以再揉一下。如果不想要水圈的话，我们将颜色揉完了之后就快速的去离开。不想要这种水圈，我们就颜色快速的揉完去离开。好，提笔走。OK， 就会出现这种晕染的这种涂鸦气泡感。接下来等这个水彩晕染干了之后，我们用磨砂封层大颗粒水彩打底磨砂封层，在我们的甲面上局部去涂刷。我看一下我要在哪个位置去画花去画花。比如说我要在这个位置画一个，那我在这个位置去局部涂刷一下。好，我看一下这个位置也可以局部涂刷一个花苞。好。那这些位置也可以涂一个高高的花苞。这里呢，我为什么要去局部涂刷？是因为这层底打完了之后，正常我们要先上一层底胶，再上磨砂封层，然后再去画第2层次花朵。但是呢，我想要就是不要那么麻烦，就省去底胶那个步骤，所以说我就在中间局部去刷色块，画完了之后，底色和上面的花花我们一起去上底胶封层好，拿去照灯，照灯的时间新灯60秒，老灯120秒。磨砂封层照灯结束之后，我们白色取出酸奶浓度，放到调色盘上。取色这些还有浓度这些也是前面的基础课啊，你们如果说还掌握不好的，去多看几遍。好，白色取到调色盘上，接着我们用白色去画出荷花的轮廓。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荷花我们就成一个那种碗状的或者是宝莲灯形式的。好，中间压笔侧推2头尖，中间胖的花瓣给它画出来，画的小一点点，不要太大了。然后侧面左上角，也就是斜向45度角位置，再给它画一个。右侧面45度角斜向，再给它画一半，2头尖，中间胖。然后接下来横向左横左侧右侧横向，再给它画一半。这里呢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啊。好，这里可以稍微小一点点，下方的2个花瓣可以稍微小一点点。那甚至在它侧面下面，我们可以再画2个小一点的，非常的精致。接下来画完单层之后，我们在其他地方，好，这个地方我们再去画一个，也是一样差不多的摆位啊。
第二个画完，接着在这里上面我们再画一个花苞，两头尖，中间胖，中间可以扩出去一点，胖一点点。好了，在画完了之后，画完这一层之后，我们等它干，等它干一点点，洗一下笔，笔尖取一点点暗红色。好，笔尖取一点点前面用过的暗红色，一点点。等白色完全干透了之后，我们再加上去。好，加在花瓣的底下，轻轻的给它扫一点上去。这一层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叠色啊，在颜色上面再去叠压其他的颜色。不过呢，在叠色的时候，为了呈现的一种效果，我们给它做出那种稍微渐变的一点的感觉，就是在花瓣的根部花心位置去叠的。笔尖颜色一定要少，还有这里。好，画完这一步之后，我们接着，如果说想要效果好一点点的话，我们可以上一层磨砂封层，再把这个荷花局部去给它进行一个隔离，增加一下第一层花瓣和第二层花瓣的一个空间层次感。我们可以先把枝干画出来，枝干的话，枝干用到的颜色，我们可以棕色加黑色，调成一个深棕色，甚至再加一点红色进去。好，再加一点红色去调一个深棕红，再来一点黑色，再来一点棕色。好，用这个颜色我们来画出荷花的一个枝干。枝干的线条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勾细一点。旁边也可以再勾一点线条延伸出去。周围刚刚我们打的第一层底就相当于是一个背景了。线条勾不好的宝子啊，线条勾不好的宝子，你们可以先把线条留一留，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下节课，下节课就会讲到勾线的一个手法。好，在些枝条上面、线条上面，我们可以画一个平行的这种椭圆形啊，平行不规则的椭圆形，然后当做是那种小荷叶。背景颜色啊，背景颜色的晕染是大片荷叶，然后这里呢是小荷叶。你看，现在就是一个洗色，将中间的颜色推往四周。为了使它的空间层次感更好一点，这个地方的话，我在荷花的位置还是会使用到磨砂封层，去给它做一个小隔离，也是局部使用啊，只抹磨砂封层，只抹花朵的位置。好，只抹局部花朵的位置，去照灯，还是一样的照灯时间啊。这边磨砂封层照完灯之后，我们接着取牛奶浓度的
颜色。好，做第二层荷花花瓣，在2个花瓣中间，去加一半。好，也是2头尖中间胖的一个轮廓，给它加上去。好。两侧的话还是要加一半，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啊。范围，第2层的花瓣范围不要超出我们第1层的一个花瓣范围，你一定要有一种错位叠加的效果。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用上了一个叠加技法，前面讲过的叠加技法，2层的花瓣轮廓要错位开来。好，这边好，上方这里花朵也要给它来一点点，在这个花苞上面啊，加一层，跟它错位叠加，用叠加技法画一个错位叠加的花瓣，然后底下可以来一个小一点的花瓣，在我们的左侧。接下来你还可以再画一个花瓣，是这种往下，有一点掉下来的，很像啊，有点在它的下方侧面，或者是斜下右角这个地方，可以再给它加一半。好，这个款式的话，基本上到这里操作到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可以再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然后我们去涂上封层，看一下效果。这个款式你们去做亮光封层或者是磨砂封层都会很好看的啊，都可以。但是呢，记住一定要先上底胶啊，边缘等一下要擦一擦。好，边缘要擦一擦。然后我们去上底胶，底胶全甲整涂，然后我们去包边照灯30秒，结束后再去选择上封层。如果是看你自己喜欢啊，想上亮光就做亮光，想要做雾面磨砂效果，咱们就去做一个磨砂效果。好，这个技法款咱们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动手试一试。其中里面呢会用到勾线技法，还有叠色技法，那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的最主要今天这节课讲的洗色技法。